经放开了。大古在，还是没用啊！坠机两人组是他们的代名词，以至于坠机成为了两人的互砍话题。又掉了一架飞机，这是第几架了？已经数不清了。那么到底谁的坠机次数最多？谁才是名副其实的王牌飞行员？答案绝对令你大吃一惊。注意，本视频只记录与怪兽作战的驾驶战机次数，其余日常巡逻出击并未计算在内。如有错误和遗漏，请指正。我们先来看下胜利队的其他成员。野瑞作为胜利队的计算机天才，一般都会坐镇基地，负责数据分析以及基地的通讯。虽然不会亲自驾驶战机，但是跟随一起出击的次数也有4次。但幸运的是没有坠机记录，不过也不能作为王牌飞行员的依据，直接 pass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队长居间会，他基本也和野瑞一样，坐镇基地分配战斗任务，前往作战的记录也极少，一共只有过2次的出击记录，但不幸是第1次出击就坠机了。不过这也是情有可原，为了帮敌家辨别出哪一个才是怪兽的实体，不惜利用战机去撞击怪兽，最后被怪兽光线击中坠机，因此也无法和王牌飞行员挂钩。指挥中方和武器大师绝景的出击记录为28次和26次，但坠机次数同样只有3次。不过两人基本作为战机的副手出场，不会亲自驾驶战机，但绝景有过几次单独出击的记录，在面对机械岛的大量机器人围攻下，不幸被击中，所幸并无大碍，因此这俩人也无法成为王牌飞行员的人选。下一位，七濑丽娜。丽娜作为王牌飞行员进入的胜利队，驾驶战机就是她的职责所在，因此驾驶技术肯定是毋庸置疑的。一旦有怪兽出现，都会作为驾驶战机的第一人选，并且也是亚特迪斯号的首席驾驶员。经过易坤天的记录，丽娜的作战出击记录是32次，坠机次数只有4次，分别在第2集中撞上加库玛，第6集中被加佐特光线击中，第24集中被怪兽毒气腐蚀，以及第44集中被贾迪加光线命中。算下来作战坠机率也是极低的，王牌飞行员实至名归，但是在大佬面前还得靠边站。下一位，星辰哲生。坠机两人组之一，拥有全 TV 最多的作战，出战记录36次，坠机次数达到12次。虽然有着1/3的坠机率，但是掩盖不了他极强的驾驶技术，因为他和大谷一起坠机的记录有7次之多，不是昏迷就是跳伞，为大谷变身敌家创造更保密的空间，因此坠机两人组名梗也由此得来。但除了和大谷之外，其余作战一般都是单独驾驶战机，虽然算不上王牌飞行员，但作战能力也是首屈一指。接下来就是垫底的王牌飞行员大谷，全剧30次的作战驾驶记录，坠机次数16次，坠机率达到了恐怖的 53%， 每2次就能坠1次，甚至还保持着5连坠机的记录，以至于后期除了星辰无人敢坐大谷的战机。虽然大部分坠机为了变身敌家而设计，但驾驶技术属实一般，面对怪兽的光线没有丝毫的躲避动作，就直接被命中。不过毕竟大谷是泽井总监开后门送进去的，之前在 TPC 运输部工作时也并没有驾驶飞燕1号的经验，因此还能有53%的坠机率，还行。那么说了半天，王牌飞行员真正的大佬到底是谁？就是全剧集中仅登场2次的疾风队长。虽然仅登场2次，但展现了比胜利队高出一筹的战机作战能力。首次登场于48集，作为月球卡罗基地的队长，成为地球抵御宇宙侵略的重要屏障，不仅是居监会一直追赶的目标，而且吉冈长官和泽井总监对其有极高的评价。疾风的是条硬汉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露出弱点的。我身为指挥官之所以重用他，就是因为这个。他的智慧和体力都是超群，而且精神面的坚强程度在 TPC 也是数1数2。除了疾风之外，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当卡洛基地的队长。在与双子怪兽梅朱朗的对战中，敌家前期被压制，疾风队长驾驶笨重的飞燕2号为敌家破局。你就是敌家，谢谢你的帮忙，不过我一定要亲手报卡罗的仇。随后不仅躲开了梅朱朗的火焰攻击，甚至独自引开了一头梅朱朗，和敌家分工合作。随后更是利用超强的作战能力，将梅朱朗打得连连后退，最后发射德克萨斯光线配合敌家，一起击杀了这2头怪兽，让旁边看戏的丽娜绝景相形见绌。在第2次登场的第52集中，配合居监会直接击杀了超古代怪兽佐加。因此谁才是真正的王牌飞行员一目了然了吧。面对疾风吧，好赛季，策略改动。